欢迎收看《寰宇全世界》，带您走进全世界。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我是何荣。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，打开视野。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，请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动动手，开启小铃铛。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。当然，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来表达您的观点。好，来欢迎的今天的4位来宾，首先是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另外，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，何荣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还有军事战略专家邱世新老师，何荣好，大家好，以及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黄恩格 Ross， 大家好。好，首先带着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先来看的，在这个礼拜呢，大家都知道重头戏啊，就是周末，川普他展开了他的第2任期的首次亚洲行啊。那当然，大家关注的焦点呢，就是在这个 APEC， 就是在南韩举行的 APEC 上面呢，会不会来一趟习川会？好，那么最近也看到了，在这个川普行前呢，在同一时间就看到了美国贸易代表署呢，在川普出发的同一天，宣布启动301条款，针对中方有没有履行在2020年签署的这个美中第1阶段贸易协议，正式展开新一轮的调查。美国贸易代表署表示呢，他们认为中方并没有兑现非关税壁垒、市场准入，还有购买美国商品这些服务的承诺。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，奇怪了，这个川普不是才不断的向外界去强调说，他希望在30号这一天就能够看到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，川习会是一定会成型的。但到目前为止啊，我们看到中方还是3缄其口，而且说有最新消息会及时告诉大家。这个及时啊，这个了解中文的就知道说，在最后一刻都可能会生变哈。所以美国现在祭出301啊，左老师觉得讲先兵后礼是吧？应该这样讲，就是说这个是川普，我认为他主要的目的是这个国内，美国国内的需要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其实这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都认为，这个提出来所谓的 TACO， 就认为川普到了最后都会退让。是。第二个就是也有一些分析就认为说，川普实际上在跟中国大陆交手上其实是吃亏多于占便宜。那甚至说就是像这个 TikTok 这个交易呢，实际上只是满足川普的这个面子，但是美国并没有得到真实的好处。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说法，其实会让川普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。就如果他最后跟习近平谈判之后没有一个具体的让步，或者没有重大的突破，那么他其实再回到这个美国国内是很难交代的。对，所以他等于就先把这个东西端出来，就表示说他还有做了一件让中国大陆觉得会有压力的事情，是展现川皇强硬的那一面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要让他看起来很强硬。第二个，当然他也有一个实际上的需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川普跟之前在他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对等关税，这个对等关税是根据美国紧急经济权利法。那这个目前正在美国的这个法院进行诉讼，万一最后最高法院宣判川普没有这样子一个授权，那他这些对于中国大陆课的这些30%、100%、30%的现状，100%的威胁都落空了，前功尽弃。所以他必须要通过其他的方法，包括像这个贸易扩张法里头的232条，或者像这一次301是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里头的条款，针对对手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一种制裁。所以我想他也是一个自保，就不会使自己在谈判的时候看起来很脆弱，好像说他所说的事情最后会被美国法院推翻。对，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启动301的调查哈，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是针对什么非关税壁垒啊、市场准入啊，还有购买美国商品及服务啊，这个承诺没有兑现哈，那到底能查出这个是什么呢？老师？根据当时2020年1月15号美中当时所签订第一次美中的贸易协定里面有讲，就在2020年跟2021年这2年，美国要对中国出口2000亿美金以上的商品跟服务，那当时就有包括320亿美金的这个农产品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明确的，但是中国并没有履行。那中国当时的理由是因为 COVID-19 呢。还有再加上是拜登政府执政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继续履行。那川普的意思是说，那如果当时的理由是存在，那现在这些理由不存在了，你应该要履行你当时的承诺。所以，诚如刚刚左老师讲，就是
既然当时没有做到，那这就是我对美国农业选民的一个承诺。对，这一定要实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是备案，如果我跟中国大陆谈你要买我的大豆的依据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当时有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，所以你要买，而你没有买，所以你没有履约，所以我要求你买美国的大豆是合理的，是有道理的。第三，万一这次的美中谈判不成的时候，我将来可以启动301的时候，我可以进行调查，我可以公开程序，让所有的意见广征，所有的民众的意见。最后我还可以，最后有个武器，我还埋了一个地雷在这里，我随时还是可以对你做出一个贸易的制裁。所以在川普的观念里面，贸易永远是他觉得最有效的手段。所以他跟记者讲说，我们美中本来就在贸易战当中，那你现在就在贸易当中。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策略，我相信是有它的效果，在谈判前取得一个谈判的优势。那第二呢，对美国国内的农民也有所交代。第三，万一谈判不成的时候，那我是可以发动301，我是可以对你做出制裁的。我后面还有后手，即使美中谈判有了结果，我后面还埋了一个地雷，我随时还有可能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，对你做出制裁。所以是保持说他不输的一个程度。OK， 棒子先拿出来，然后告诉你说承诺就是承诺啊，就是 a promise is a promise 啊。可是，在川普的这个口中听到说承诺就是承诺，好像似乎有点讽刺啊。Russ 啊，你怎么看啊？因为10月30号现在是表定，就是川普这边已经特别透过白宫说10月30号川习会可能要登场了啊。但是我们也知道10月31号是 Halloween。万圣节的 slogan 就是 trick or treat 嘛，你觉得最后会是 trick 还是 treat？ 真的很难说了。至少他们会在 APEC 碰面，不管是在大场所合照的时候，你认为还是会见上的啊？当然至少会握手了。那会不会有1对1的会议？其实目前我们都川普希望要谈很久啊。对，这个也是一个挑战。对啊，如果没有提早搞定的话，那中方会觉得我们真的来不及准备。那你怎么会邀请我们在短几天之内准备一个2-3个钟头的会议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按照过去的前例啊，两国领导人开会的时候，不只是讨论一个议题而已。那虽然川普会想讨论贸易啊。其他议题他不太会想。有啊，在马来西亚，现在 Bason 跟这个黄文韬已经开始先前的都在谈了一些东西了，但是还是快来不及准备了，真的。所以我真的认为，到最后才知道，都还会有变数，就是一定会有变数。也许到时候看两个人谈话的时间有多长啊？对，这个1个小时一个重点，因为我刚刚说了，川普会想讨论贸易啊，但是中方会认为说，除了贸易之外，我们还要讨论其他议题，尤其是台湾这个议题。这个我们在台湾都知道，中方习近平一定会想讨论台湾。你觉得台湾议题会怎么谈？通常双方都会坚持他过去的立场，我相信中国会讲他的立场，或者川普会说，就是跟过去不管谁是总统，美方每次都会说，我们按照上个公报、台湾关系法又上保证我们政治，我们一中政治没有变，所以不支持台独会改为反对台独吗？其实讲难听一点，对川普来说，这些细节真的很不重要。只要这个大交易完成就可以。对他来说，我说反对台独或不支持台独有什么差别吗？当然，在台湾国内政治，那各政党都会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敏感，对不对？大陆也对这件事情很敏感。对，因为但是对川普来说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小细节。没错，因为对川普来讲，其实台湾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 issue 啊，因为他可能有更大的问题在处理，包括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国大陆这边稀土啦、大豆啦，还有科技竞争啦。还有，我不认同你的说法。台湾不是一个小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川普还是希望，如果真的要有一个台美贸易协定，台湾政府一定要答应。对美国大型的好大金额的投资，另外要购买多的美国武器等等，所以对川普来说，台湾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
money 的来源。谢谢你这么爱台湾。说实话了，我继续要问你的就是说，因为很多的议题，其中包括了俄乌议题哈，因为现在传出，因为法新社是分析说，在俄乌战争的议题上面，川普呢希望哈，就是反而现在要转向寻求北京方面的支持。那他向媒体透露说呢，接下来啊，川普在南韩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有习川会的话呢，肯定会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。他也形容习近平是一个大国的强大领导人啊，对于普丁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啊。那对于这个习近平他的观察是说呢，习对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哈也做了一些想法上的转变哈，所以这当中牵扯到非常复杂的计算或算计啊。你帮我们算一下，你觉得为什么中方要帮呢？美方以前川普说他自己就可以搞定啊。中方根本不会帮忙哦，你觉得不会帮？不会啊！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，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，已经有很多次那个时候拜登政府，不管是Blinken 国务卿或拜登总统等人，好多次公开说我们希望中国会帮忙，就是在俄乌方面帮忙。那结果是没有，中俄关系那么好。那当然，虽然那个时候。中国有提出他们的所谓的和平方案，那之后就不理了。我说乌克兰就不理，俄罗斯也不理啊。所以中国帮调停人的可能性真的是很低，而且说服普京真的这个可能性不低。而且我相信川普不会想向习近平提这个请求习近平你帮个忙，怎么可能？这个根本不符合川普的 style， 所以我真的觉得是不可能。啊，这个邱老师怎么看？同样的问题，我觉得法新社很有想象力，对，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报道，他是去揣摩川普嘛，但我们知道川普在像这种大的议题上面，他是很难揣摩的，因为他所有的想法都是视当下情况而定，他即便昨天讲的跟今天做的也不一样，所以法新社的这篇报道已经可以去预测说他们，川普见习近平的时候会去讨论俄乌战争的议题，我觉得可能性不大。可能是法新社希望川普这么的。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，因为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经常看到欧洲媒体，对，因为他们对川普态度的忧虑，所以最近很多欧洲的媒体都会有另外一种的角度来写，然后等看看白宫会不会出来否认。因为白宫如果出来否认，就表示这个可以划掉，因为不会。那这是很标准的操作，但是我认为川普跟习近平这次在 APEC 见面，主要还是要解决双方贸易的问题，扩充或延伸到其他。虽然川普自己对外讲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，但我不认为，因为你谈判的时间就只有会谈时间就这么短，前置的时间到现在，双方贸易代表都还在吵架，那你要赶在这个时间点把很多的议案定下，我觉得很难。不过这次在这个川习，我们说姑且我们假设他是一定会上一会的哈。那在这之前呢，大家也在看，包括刚刚提到说传出法新社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这样的分析啊。那《华尔街日报》也有分析啊，他是说呢，华尔街是说，习近平对川普的新策略是借鉴川普的极限施压，就是给予更强硬的回击，以便在川普的面前呢占据筹码，同时展现实力和不可预测性。中文讲的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。而且呢，《华尔街日报》也说呢，习近平相信这些都是川普所欣赏的特质。先前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嘛，就是川普喜欢那种硬汉的角色哈，你越是硬，他越欣赏你，你是一条汉子哈。好，那所以看到说10月9号呢，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就对稀土出口进行广泛的这个限制，然后呢，最近呢也投下了重磅的炸弹啊，只是中方呢要以前所未有的这个力度来反击美国，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的是，中方这次的战略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哈，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样的一个战略，邱老师怎么看？我觉得倒不能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，因为就中美双方贸易之间的摩擦，或者是贸易关税上面的对抗，
中方的态度，他们不断的 repeat 重复一个态度，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必须要秉持平等互利、相互尊重。对，这个是中方在贸易问题上面的底线，就是你美国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但是中方的要求其实就只有一个平等互利、相互尊重，而且一贯的最近又加上反对单边制裁。那为什么反对单边制裁？最主要就是为什么这一波忽然中方的包含稀土的反制，或者是比如说港口税这个反制这么及时而强烈，其实就是我们都认为啦，就是我们都认为，其实美中现在正处于谈判阶段，对，正在谈判中。因为我们看一路，包含何立峰跟贝森特，不管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区域，其实不断的在商讨。但是你在谈判中，美方不断的加单边制裁，不断的加码，不断的加条件，甚至现在301调查都出来。那在中国传统的做法就是，我们现在坐下来谈，那我们应该维持一个很好的氛围。没错。但是你在我们双方一边谈的过程里面，你还一直射飞镖，各种扰乱这个谈判干扰。那对川普来说，这个叫做交易的艺术；但是对中国来说，这个违反了中国他们就是中国传统上面来者是客。对，我们既然你已经答应我们要坐下来谈，结果我们一边谈，不管谈的高兴还是谈不高兴，你还一边不断的施加单边的制裁，所以最后我们最近经常听到就是打奉陪到底，谈大门敞开。现在中国的应对方式就是这样，但是对西方的这些媒体或西方的我们看，不管是《华尔街日报》或者是 BBC 或者是《经济学人》，他们在观察这一场谈判的过程里面，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抓住这个谈判，其实从2022年就开始，对，它并不是一个现在才刚开始发生的事情。就严格来说，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，其实从更早之前，其实2020年就开始一路到现在，这中间谈了很多次，讲了很多的东西，但是不断的在 renew，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结果。所以我觉得对现在中方来说，他们谈判的耐心也即将要耗尽。对，所以开始慢慢从一开始，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，川普在1.0版的时候的关税或者是贸易制裁，中方几乎是全盘接受。就是我展现诚意嘛，那大家坐下来谈，有问题我们尝试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才会有之前签的什么要买350亿。但是因为就是在过程当中吃了亏了哈，然后学到了教训了。那现在你说中方会不会再去重复上一次那个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对，所以其实在这个中美两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之下，现在我们看的像老师刚刚提到的，谈判可能只是一个点啊，就是在 APEC 的元首会就是一个点，但是我们必须拉长看整个线，乃至于后续怎么样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增加自己的底气，其中科技是关键。马上回来。